今天是他和霍景川的婚礼。霍景川，霍家掌权人，年轻的霍氏集团总裁，媒体口中的商界传奇，金融街冷面王。而他，只是资金链断裂的苏氏集团里被推上台面换资源的一个女儿。化妆间的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拉开一条缝，却没有人说话。一道冷淡而凌厉的视线从门缝那头落过来。苏念下意识抬眼，从镜子倒影里看见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。男人穿着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，系着深色领带，眉眼冷峻，气场压得整个空间都安静下来。霍景川，他没有走进来，只是站在门边，像在审视一件即将被成交的货品。视线从他精致的妆容划过锁骨、腰线，再落在他被裙摆紧紧抓住的指尖。许久，他才淡淡开口：“记住你今天的身份。”声音不重，却字字压人。我不会给你爱，不会给你期待，你要的只有钱，懂？苏念指尖一紧，把所有情绪压下去。他笑了一下，笑容轻得像风。我懂。他看了他一眼，眼底没有一丝波澜。很好。下一秒，门重新合上，他的脚步声渐行渐远。化妆间又恢复安静，只有镜子里的女孩，嘴角的笑意一点点褪去。等情绪重新收拾妥当，他才在心里对自己说：没事的，就1年，1年之后，合作结束，离就离了。他提起裙摆，准备往外走。刚走到门边，走廊那头忽然传来一阵压低的说话声。他脚步一顿，我要娶的人从来都不是他。那声音低沉、冷，带着压抑的怒意。不用看，他也知道是谁。霍景川。门虚掩着，外面的声音清楚地渗了进来。霍景川背对着这边，站得笔直，黑色西装勾勒出他冷峻挺拔的身形。他面前站着一个女人，穿着浅蓝色礼服，眼睛红红的，声音柔得像是在哭。景川，我真的不介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没有名分，我不想看你那么痛苦。这个声音，苏念听过。温婉，霍景川公开承认过的初恋，霍家曾经的准儿媳。只不过几个月前，温家出事，新闻说是资金挪用，丑闻缠身，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。霍老爷子震怒，取消婚约，转头拉苏家联姻。霍景川显然不甘心。你知道最让我恶心的是什么吗？男人低哑的声音压得极低。霍家竟然想用一个替代品，把你换出我的世界。他冷笑一声，笑意冰凉。苏念，他咬着那个名字，像在咬碎一颗苦药。他不配。门后的苏念手指死扣住门框，指节泛白，心一寸一寸往下沉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是替代品，但从他口中亲耳听见，还是那么难堪。你不介意？他低低地笑了一声，笑意却冷。可我介意。那个叫苏念的女人是怎么进我们霍家门的？如果不是我爷爷逼我，如果不是霍家还需要苏氏的那点合作，你觉得她有资格站在我身边？门后的苏念指尖微微发抖。他是知道这一切的，甚至是他亲口点头答应这场交易。温婉还想说什么，大厅那头主持人的声音已经响起，现在新郎新娘即将入场。霍景川松开温婉的手，压了压领带，表情重新变得冷淡。你先回去，不要在这里让人看到。他转身大步往化妆间方向走来。苏念慌乱地往旁边退了一步，门忽然被拉开，他几乎是正面撞进男人怀里。一股淡淡的冷香气息围了上来。霍景川低头，视线落在他略显慌乱的眼睛上，四目相对，空气凝固了一瞬。很快，他眼里的情绪冷却下来，只剩不耐。听得够久了，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冷得刺人。
苏念唇瓣蠕动，想说我不是故意的，喉咙却像被堵住，一个字也出不来。苏小姐，她忽然换了个疏离的称呼，既然你也知道这场婚礼不是我想要的，那拜托你，等会儿一定要演好你的戏。霍家要的是场面，你要的是钱，我们各取所需。别在我面前装无辜，懂吗？那一刻，苏念才真正明白，在这个男人眼里，他是怎么样的存在。直到那天晚上，霍景川难得早点回家，却带着明显的酒意。房门被推开时，苏念刚从浴室出来，头发还湿着，披在肩上。你回来了，他下意识说。男人没有答话，只是目光落在他身上，视线一寸寸扫过。他被看得有些不自在。他忽然笑了一声。苏念，你有什么不满，可以直接说。我没有。他一步一步逼近，他下意识往后退，直到背抵上冰冷的墙。他抬起手，撑在他耳边，把他困在狭窄的空间里。气息带着酒味，却冷得像从雪地里吹出来。苏念，你是不是觉得……他低着头，嗓音压得更低。只要当了霍太太，我就得宠你。他怔了一下，摇头，我没有这么想。没有，他嗤笑，你那点小心思，我一眼就能看穿。他的指尖挑起他的下巴，迫使他抬头看他。可惜，他慢吞吞地说完最后两个字，你这辈子都当不了我的女人。苏念指尖狠狠掐进掌心，死死忍着情绪。霍景川垂眸看了他一眼，像是在看一件被迫接受却随时可以丢掉的东西。随后他才慢慢开口，你爸的公司我救了，你弟的手术费我出了，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。他垂眼看他，眼神暗了暗。那你是不是也该履行一下霍太太的义务？那一夜他没能守住最后的距离。事后他蜷缩在被子里，身体酸痛，心却空得可怕。床边一侧塌陷，男人起身时动作利落而冷淡。他居高临下看了他一眼，声音淡得像在谈一笔收尾的买卖。别误会，那只是履行合约。霍景川洗完澡出来，衣服重新整理整齐，神情冷淡如常。明天开始，你可以搬回你自己的房间。他像下结论一样丢下这句，转身离开。1个月后，苏念盯着验孕棒上2条清晰的红线，站在洗手间愣了很久。她的手指止不住发抖。这个孩子来得太突然。婚姻是交易，丈夫不爱她，婆家没真正接纳过她。在这样的家庭里，孩子会不会只是另一个被操控的工具？她犹豫了3天。第3天晚上，她决定亲口跟他说。书房门被敲了3下。进，他还在看文件，头也没抬。我有件事。他走进去，站在他桌前，说：我怀孕了。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。他抬头，目光落在他脸上。几周？大概5周。书房静了几秒。明天去做正式检查。他语气听不出情绪。报告给我。他吸了口气。好。正要转身，他又开口。孩子先留着。他脚步一顿。或是需要一个继承人。他说，你把身体养好，孩子平安出生。苏氏那边我会再出一次手。他又淡淡补了一句，我让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是因为霍家需要他，不是因为你。那一句像把刀从他心里慢慢拉过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问出口，那如果我不同意呢？霍景川抬起眼，视线冷得几乎没有温度。苏氏还能不能撑过今年？你弟的手术还能不能做？你觉得呢？不是商量，是赤裸裸的威胁，也是宣判。原来如此。对他来说，这个孩子最重要的身份是霍家继承人，不是他的孩子，也不是他们的孩子。
他低头摸了摸小腹，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几天后，新闻头条：霍氏前未婚妻温婉海外治疗成功，低调回国。照片里，温婉穿着白裙，笑容温柔，像当年站在他身边那样光彩夺目。那晚，霍景川很晚才回家。他一进门，苏念就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，不是平常的那种。你去见他了？他终于还是问出口。他似笑非笑。你指谁？温小姐。当然，回答得干脆。他的心微微一沉。霍景川看了他一眼。苏念，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签的协议吗？记得。1年。合作结束，你想走，我放你走。他顿了顿。现在才3个月，所以别想多了。他没再问，只是回房时手掌下意识护住了小腹。1年后，他可以离开。那孩子呢？这个问题他不敢去想。霍氏年度慈善晚会，这是苏念第一次以霍太太身份公开亮相。她穿着一件黑色修身长裙，腰线刻意拉高，遮住尚未明显的小腹。红毯另一侧，温婉一身白裙，孤身而立，却依旧像焦点般耀眼。主持人笑得意味深长。今晚不仅有霍太太苏念小姐首度亮相，还有霍总曾经的未婚妻温婉小姐现身，真是话题十足，场内气氛一片暧昧。走红毯时，苏念能感觉到记者镜头更多对准的是那个人。她微微紧张。她知道自己今天站在这里，只是因为霍太太这个头衔，而那个人永远是众人口中的霍总的白月光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忽然握住他的。男人的手掌很大，力道不轻，几乎是把他整个人带进自己怀里。另一只手自然地搭上他的腰，扣得很紧，像在宣示什么主权。他回头，霍景川垂眸看他。别紧张，他的声音淡淡的，像平常一样没有温度。霍太太，站稳。他的掌心很暖。他知道这可能只是维持霍总风度的动作，但心还是不可避免地动了一下。晚会中断，温婉捐出一幅画作。画面是夜色中的城市天台，一个穿白裙的女孩站在边缘，背对着世界。画名：重生。温婉拿着麦克风，讲述自己在海外治疗的故事，说以为这辈子回不来了，是家人、朋友给了他力量。主持人顺势追问，那个朋友是不是我们霍总呢？全场起哄，镜头给了霍景川一个特写。男人面无表情，看不出情绪。拍卖开始，落锤前几秒，后排一个牌子举了起来，报出一个远超画作市场价的数字。主持人惊喜地喊：“3号桌，霍总！”全场再次骚动。苏念指尖一紧，她看着画，又看了看身边表情冷淡的男人。他用高价买下白月光的画，很合理，却也扎眼。晚会结束，上车后，车内沉默得出奇。半晌，霍景川开口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“什么？”“你看我的眼神太明显了。”他咬了咬唇，还是问出口：“你还喜欢他？”不是疑问，而是陈述。他笑了一声：“喜不喜欢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他回来了，你们本来就应该站在一起。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。“那我呢？”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收紧。“你现在是霍太太，1年之内不会变。”话题被生硬终止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忽然响起，陌生号码。他接起来，对面传来急促的声音：“请问是苏念小姐吗？你弟弟苏景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市医院急诊。”手机从他手里滑落，砸在腿上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赶到医院时，苏景已经被推进手术室。苏父苏母站在走廊上，脸色煞白。
医生说要再做一次大手术，费用……苏母话说到一半，声音就开始抖。之前那次大手术就是霍景川出的钱，这一次他还会帮吗？苏念扶着墙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晃。霍景川赶到，看了一眼红灯亮着的手术室，又扫过苏家夫妻。需要多少？医生报出一个数字。对于摇摇欲坠的苏家来说，那是几乎不可能再承受的金额。他没有多问，当场开了支票。先救人，医生连声道谢，忙着去安排。几天后，一条爆炸性热搜刷屏：霍太太酒店幽会，疑似婚内出轨，配图是酒店监控截图，画面模糊却足够致命。一个身材和苏念极像的女人戴着口罩从酒店走出来，身边是一个男人。八卦媒体添油加醋，评论区臭骂一片。真不愧是联姻来的，敢在婚内乱来。可怜我们霍总被戴了绿帽子。听说他弟弟住院要钱，该不会真是出去卖吧？霍家老宅气氛压抑。霍老爷子把报纸摔在桌上。这就是你娶回来的好媳妇？苏念站在客厅，脸色苍白。不是我，他竭力让声音稳住。那天我在医院陪我弟，医院有监控。你说不是就不是。霍老爷子冷笑，外面的人会信吗？霍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他话锋一转，看向孙子景川，你自己说，这种女人还能留在霍家？霍景川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压得极低，苏念，你还想留在霍家？苏念怔了一下，这不是我想不想，是我决定。他冷冷打断他，语气像结冰的刀，一寸寸划过来。我一句话，你留下；我一句话，你消失。他抬起头，眼泪因愤怒而颤，却倔强地没落下来。那你呢？他咬着唇，一字一顿。你一句信我都给不了。霍景川沉默，喉结滚动。他眼底有一瞬间的挣扎与隐忍，却被他硬生生压下。最后他只是低声说，苏念，你让我太为难了。那一刻比任何指责都更伤人。霍景川沉默良久，他看向苏念，你说不是你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相信你的理由？这句话比任何指责都伤人。原来到了这个时候，他给他的不是信任，而是要求他拿出理由。苏念忽然笑了，笑容薄得像一层纸。好，他抬起头，眼泪没掉下来，声音却在抖。那我给你一个最干脆的理由。霍老先生，如果你不信，我现在就搬出去。霍老爷子一拍桌子，趁事情还没闹得更大，把这婚离了，还来得及。空气凄冷。霍景川闭了闭眼。苏念，他声音很低，如果你现在转身离开，我可以当这一年从来没发生过。他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很好笑。是啊，对你来说没发生过最好。他深吸一口气。那就离婚吧，他亲口说出口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快，快得像是早就准备好了。民政局冷清的办公室里，两人坐在桌子两端。霍景川签字时，神情平淡的像在处理一叠普通文件。轮到苏念，他提笔在自己名字那一栏工工整整写下苏念。最后一笔落下，他把笔放下。我们之间就到这里。他没有要任何财产。法律上，霍家愿意承认孩子的血统，但他拒绝了。这孩子我自己会养。霍景川盯着他看。你确定？确定？你不会后悔？他抬头，眼里终于有了一点尖锐。后悔的是你，你会后悔，有一天你才知道自己亲手错过了什么。话音刚落，他起身，伸手去拉行李箱的拉杆。霍景川下意识伸手，
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力道大得近乎失控。苏念，他的声音第一次有了裂缝。再想想，他回头看他，眼眶微红，却笑得冷淡。霍先生，他刻意换了称呼，把所有亲密都彻底剥干净。你给不了我想要的，我也不稀罕了。他甩开他的手，那一刻，他指尖微微发抖，却再也抓不住他。说完，他拿起单薄的行李箱，转身走出民政局。外面下着细密的雨，他没有回头。当晚，他搭上飞往海外的航班，没有人知道。而在飞机起飞前1小时，霍景川接到温婉的电话：“景川，我可能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电话里忽然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和剧烈的撞击声。婉婉，那一声是他第一次没有克制地喊出他的名字。等他赶到事故现场，一切已经来不及。那场车祸夺走了温婉的生命，也让他的脑袋受到重创。医生说他有部分性失忆，一些时间段被抹去，一些人被归为模糊的影子，包括那段交易婚姻里那个安静站在他身边的女人。另一边，异国小城市，苏念一个人把孩子生了下来，早产，心脏问题，抢救。医生把他叫进办公室。很抱歉，我们尽力了。那一夜，他坐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，抱着空荡荡的病历本，哭到声音都哑了。后来，他把嗓子养好，重新开始练声。他告诉自己，既然留不住那个小生命，就把所有情感留在声音里。从那天起，他不再用苏念这个名字。在这个行业，他有了新名号——叶颖。3年后 ，H 国某国际游戏展现场，巨大的屏幕上，战火与光影交错，一名银发女将军冷冷拔刀。全场安静了半秒，随即爆发尖叫。是她，是女将军的声音。这个角色火遍全球，而她的声音主人在圈内有个传说级的称号——叶颖。她从不露面，只用声音说话。游戏、动画、有声书、广告，只要挂上她的名字，数据就不会差。手机震动，经纪人的电话打进来。有个新合作，你应该会有兴趣。什么合作？国内或是集团投资的一款全息恋爱游戏，想请你配女主。苏念握住纸杯的手微微一紧。你说哪个集团？或是啊？第二天，会议室门被敲了3下。请进。门被推开，一个身影走了进来。那是一张干净淡淡的脸。霍景川心头一震，某些断裂的记忆碎片在脑海里轻轻敲了一下。霍总，您好。他开口，声音一出，他的指尖微不可察地收紧。这声线他听过，在哪里？叶颖小姐。他抬眼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苏念眼底掠过一丝情绪，很快眼下。霍总认错人了。他淡淡一笑，和您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交集？会议开始，谈到专业，他语气冷静，思路清晰，把女主角的性格弧线拆得一清二楚。霍景川一边听，一边盯着他看，握笔的习惯，说话前很轻的一口吸气，眉眼间若有若无的倔强。一切都像在哪里出现过。会后，他叫住他。叶颖小姐。他停下脚步。霍总还有事？你结婚了吗？问题突兀又直白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声。没有。那你有？他话还没说完，他便打断了他。霍总，我们只是工作关系。他的眼神淡淡的，您不需要了解我的私生活。他皱眉，向来不喜欢被人这样划清界限。可不知为何，他没有发火，只是看着他的背影离开，心里那股不安越来越明显。录音进行到中后期，有一场关键告白戏。
场景是大雨中的离别。男主角追上准备离开的女主，怒吼：“你走啊！你敢走一步试试看！”女主回头，眼泪混着雨水，说：“你会后悔。”录音棚里，他戴上耳机，对麦克风轻声念出那4个字：“你会后悔。”那一瞬间，控制室里的霍景川整个人僵住。那声线，那个字句，像一把尖锐的刀，重重剖开他封住的记忆。民政局门口的雨，女人捧着肚子，笑得苍白。后悔的是你，你会后悔，有一天你才知道自己亲手错过了什么。所有被撞散的画面，在他脑海里疯狂拼回原位。他几乎是推开门，冲进录音棚。苏念正摘耳机，抬头就对上他通红的眼。是你，他沙哑着声音，是你。那一刻，他终于叫出了苏念。录音棚里一片安静，工作人员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霍景川盯着他，喉咙发紧。叶颖，是你的艺名，你真正的名字叫苏念。他没有否认，只是在他逼近时，微微后退了一步。他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力道大得近乎失控。苏念，他低着声音，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。你为什么要消失3年？他垂下眼，看着自己被他攥红的手腕，淡淡笑了一下。问你自己。他愣住。我每天都觉得胸口像缺了一块。男人的声音终于有了明显的颤抖。我不知道我忘了谁，只知道那个人一离开，我就像被掏空。苏念抬眼，直直看着他。现在知道了？知道了。他闭了一下眼，在睁开时，眼底满是懊悔与痛苦。3年前，民政局门口，是我亲手让你走。我刚刚全想起来了，那些冷淡，那些误会，那些致命的迟疑，全都一股脑涌上心头，把他淹得喘不过气。你想要什么？他几乎是带着恳求。你想要我怎么补偿？他抬眼看他，良久，淡淡道：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补不回来的，比如孩子。他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下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你以为他还在？我出国是为了把他生下来，早产，抢救，心脏停跳。他盯着自己的手指，像是在看当年那张冷冰冰的死亡通知。医生说我还年轻，可以再生。可是对我来说，他不是可以再来一次的。霍景川一时说不出话。那一刻，他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后悔。不是生意判错局，不是投资失败，而是亲手把爱人推开，亲手错过他们的孩子。游戏发布会那天，现场坐满媒体和玩家，台上主持人笑容满面。听说霍总曾经失去过一部分记忆，现在恢复了吗？全场一片期待的起哄。霍景川拿着麦克风，视线却落在台下第1排。那里，苏念安静地坐着。他忽然笑了一下。我曾经忘记过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。全场安静。主持人眼睛一亮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他看着台下的他，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。如果他愿意，我愿意用我余生把这段错误改回来。会场一片哗然，弹幕和镜头同时疯了。他这才起身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走下台，每一步都走得很慢，却很坚定。最后，他停在他面前，向全世界伸出手。现在，我想请他再给我一次重新记住他的机会。闪光灯疯狂连拍，现场尖叫声此起彼伏。苏念一时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。霍总，他压低声音，你知道你在干嘛吗？他俯身贴近他耳边，声音低哑却格外清晰。我知道，我在宣告，这一次你跑不掉。